了這麼久 ，Apple Intelligence 繁體中文版總算正式的上線了。不過我相信一定就是有些朋友在更新完这個最新的 iOS 26.1之後呢，第一個反應就是咦，這個 AI 到底在哪裡啊？滑來滑去呢，好像什麼都沒有變嘛，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用。別擔心，今天這期影片呢，我會帶大家一次性跑完蘋果 AI 最主要的13個功能和設定，我會教你怎麼樣開啟，然後怎麼用，哪些很有可能會讓你用了就回不去，哪些又完全是一些噱頭呢？尤其是最後一個設定，是我認為所有人都應該給它開啟的一個設定，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一定要看到最後哦。好了，那就讓我們馬上開始吧。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彼得森的頻道。在我們開始玩這些 AI 功能之前呢，有3個關鍵的步驟，你只要少做一個，你的蘋果 AI 呢都是沒辦法用的。那第一個就是檢查一下你的 iPhone 的機型吧。蘋果這次呢就是切得很死了，你需要擁有8GB 記憶體以上的機型才是能夠用的。目前支援的機型包括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還有 iPhone 16全系列、iPhone 17全系列，也包括那個 iPhone Air 嘛。很可惜的就是這個標準版的 iPhone 15，它和 iPhone 15 Pro 雖然是同一年推出的，但是它的記憶體就只有6GB， 所以呢就不在這次的支援列表上了。那第二個就是需要檢查一下你的系統的版本了，你必須要更新到這個 iOS 26.1，或者是以後推出的更高的版本，才能夠正式的支援這個繁體中文的蘋果 AI。第3個也是最多人卡住的，就是這個 AI 的預設呢，目前呢它是關閉狀態的，你必須自己找到這個設定，然後呢就是往下滑，找到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 與 Siri 的這個選單。點進去之後呢，再把最上面的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 的這功能的這個總開關呀，給它打開。打開之後呢，系統會自動的下載一些必要的這個資料嘛。等到完全下載好之後，你的 AI 呢才算是真正的啟動了。那這一步呢，大家不要急，網速慢的時候呀，真的有可能會下載很久很久。有一個辦法就是檢查一下你是否真的已經開啟了這個蘋果 AI 的辦法，就是呢，你就按着這個電源鍵不放，然後呢，看看跑出來的那個就是效果吧，是不是最新的這個彩色的 Siri 的視覺效果。如果你成功看到這個畫面之後呢，那麼恭喜你，你的蘋果 AI 已經正式開啟了。但如果你看到的還是就是那個舊版本的一個小小的圓圈，那就代表着你還沒有正式開啟，那你就再去返回去檢查一下前邊的3個步驟吧。那這個功能呢，絕對是這次更新的一個主力功能了，我是真的很喜歡，我就直接做一個示範吧，上班族呢一定會懂的。比如說吧，你的老闆呢就是在半夜傳訊息，很凶的問你進度呢，明天給我。哎，你這個時候呢，心裡的小劇場呢是不是這樣的？我就只有一個腦袋2隻手，已經很努力在工作了，你還催什麼催啊？明天給你就是了。哎，如果你要是把這個信息給他發出去，發給你的老闆的話呢，那你明天呀，基本上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那這個時候呢，這個書寫的工具呢就派上用場了。你現在可以就是選取你打好的這些字嘛，然後點擊這個 AI 的圖示，選擇一個專業風格。哎，這個版本你看是不是就好多了？這樣你的老闆感覺到你現在很困難，你也不會因為這個就丟了工作嘛。你看，就是一鍵按下去就幫你滅火了，簡直就是一個職場的救星啊！這個功能呢，就是蘋果版本的魔術橡皮擦了。你出去玩的時候，就是拍了一張就是很棒的照片嘛。但是呢，就是你的後邊呀，總有一些路人甲乙丙。但是現在呢，你只要打開相片，然後點擊編輯，再選擇這個新的清除工具，把你不想要的那些路人呢，都給它圈起來，一下子就搞定了，瞬間就 P 乾淨了。我測試了一下，它在這個簡單背景上呢，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要 P 掉的這個人是站在一個很複雜的，就是欄杆的前面呀，什麼樓梯的前面呀，那這個效果呢，可能就是你懂的。這個功能呢也是超強的。以前我們要找一個照片嘛，就要拿着手機呀往前面滑個半大天，或者呢就要精確的打出那個照片的標籤才行。現在就不用了，這個手機已經可以理解一部分的自然語言了。比如說吧，我就想找到一張之前我穿着一個黑色夾克的照片，我就直接在照片的這個 APP 裡邊搜索黑色夾克男士。哎，你看到沒有？這些照片呢就都跑出來了。我再從這些照片裡面去找。
是不是就很容易了？我们再来嘗試一個吧，就是之前我記得我還有拍很多就是小鹿的照片嘛，我們來試試看。我就直接在這邊搜索一個關鍵字，就是鹿，就所有的小鹿的照片呢就都跑出來了。這個功能呢，其實就是一個蘋果版本的 Google Lens。你出國玩的時候呢，就是碰到一些看不懂的菜單呀，或者是一些就是路牌呀，你只需要長按相機控制按鈕，然後這個視覺智慧的界面呢就會開啟了。然後你再按一下就是這個拍照的按鈕，或者呢就是按一下旁邊這個相機控制按鈕也行。然後再點擊這邊這個翻譯，它就及時的幫你翻譯成中文了。而且有些時候呢，還能夠拿這個功能來辨識一些植物。不過蘋果 AI 就是這一塊吧，還是在一個起步的階段了。它的這個翻譯啊，還有就是辨識事物的這個準確度呀，肯定是沒有辦法和 ChatGPT 或者 Google Gemini 那些大語言模型相比的。但是呢，它其實也是有它的優點的。首先呢 ，iPhone 在這個鎖屏的畫面呢，就可以快速的開啟嘛。比起就是解鎖之後進入那個 ChatGPT， 然後再拍照再發送，整個效率呢就高得多了。其次，這個功能呢是在你的裝置端運行的。換句話說，就是即便你的手機完全沒有網絡的時候，也是完全可以翻譯的。那這一點呢是 ChatGPT 做不到的。對了，對於那些就是沒有相機控制按鈕的機型，比如說15 Pro、15 Pro Max， 還有那個 iPhone 16E 了。你就可以把音量鍵上方的那個就是動作按鈕呢，給它快捷鍵設置成這個開啟視覺智慧。那這樣呢，你就也可以使用這個功能了。那這個呢，也是一個出國的神器了。你打電話到國外的餐廳訂餐，或者呢，就是給講外文的那個客服人員打電話，你就可以在這個通話中呢，點擊左下角的這個3個點，然後再選擇這個即時翻譯。選擇好對方的語言和你的語言之後呢，再點擊開始翻譯。你講中文的時候呢，這個 Siri 啊會幫助你把你講的話翻譯成英文，給他去聽。他講英文的時候呢 ，Siri 就會翻譯成中文，然後給你聽了。然後你的手機上呢，還是會顯示所有對話的這個字幕的。雖然確實就是有個1秒左右的這個延遲了，這個沒有辦法，但是只要對方有耐心去等待的話呢，是絕對可以進行一個流暢的交流的。再有，如果搭配一個 AirPods 使用的話呢，那就其實更厲害了。即便就是我們跟對方面對面的講話呀，你的耳機呢也會直接把對方講的這個外語呢翻譯成中文給你聽。而且這個翻譯呢也是一個裝置端運行的功能，就是即便你手機吧在外國沒有網絡也沒有問題。這個感覺呢，就是你好像走哪兒都帶了一個隨身的翻譯，就是這種感覺。雖然目前支援的語言還沒有太多了，但是我們平常去的那些國家呢，其實都已經支援了。那更難得的就是這次這個繁體中文呢，就目前呢就已經支持了。你現在不論是去美國或者是去日本旅遊吧，只要你的這個 iPhone 和 AirPods 是支援這個功能的，並且呢，你已經就是提前下載好了那個語言包的話呢，那隨時呢它都是可以派上用場的。既然說到了 AirPods 嘛，我自己呢其實就有2個超煩的痛點了。第一個就是它其實這個外殼超容易刮花的，不是往地上摔哦，而是你就是放在桌子上，然後平常丟到包包裡邊，久了之後呢，這個外殼呀就是滿滿的那個細小的刮痕細紋了，看了真的會讓人感覺很煩。第二個就是大家的這個 AirPods 外殼長得都一模一樣嘛，我有一次就趕着出門，結果呢就把我太太的那顆給拿走了，是不是超尷尬的？所以我後來呢就一直在找，就是有沒有那種既能解決問題，然後又有質感的一些就是保護殼吧。那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像是矽膠啊，還有一些塑膠一類的，說真的呀，就是看起来呢就比較廉價了。尤其是我的這個 Apple Watch 嘛，我就也喜歡就是搭配一個真皮的這個表鏈呢。那如果拿一個很廉價的這個 AirPods 的保護殼吧，就感覺就整體就不搭了嘛。剛好 Auto 最近他們家推出了這個針對 AirPods Pro 3的這個真皮的保護殼了。用了一段時間，讓我最有感的呀，反而就是它這個顏色呢，終於可以和我的這個 Apple Watch 的表鏈呢就可以搭配使用了，湊成了統一的這個色系嘛。然後呢，甚至如果你願意的話呢，也可以買一個同樣顏色的手機殼來使用，也是真皮的。然後你回到家之後呢，就把這3樣就都給它放在桌子上。那这個整整齊齊的顏色呀，看着呢真的是很舒服。材質仍然使用的是意大利的真皮了，不會感覺很厚重，這點其實非常重要的。因為很多就是厚重的那個保護殼吧，戴上去之後呢，你那個 MagSafe 的無線充電呢就沒辦法用了。
那這一款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即便帶上這個保護殼，你放在那個 MagSafe 的磁吸充電器上呢，還是能夠給它進行充電的。你就不用把这个拆来拆去嘛，也不用就是找一根線呀去插它，用它有線來充電。所以充電很方便，這一點呢也是我自己最在意的一個點了。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就是非常介意這些刮痕，希望找到一個質感一致，然後又能夠使用無線充電的 AirPods Pro 3的保護殼的話呢，那這款真皮的保護殼呢，確實呀能夠解決不少的麻煩的。當然了，作為彼得森頻道的粉絲，當然是有福利的了。購買的時候你就輸入一個優惠碼 PETRSUN2025，不限金額，可以疊加所有其他的折扣，只是在你最後結款的時候呢，再給你額外的打一個9折。耳機殼呀，還有表鏈吶、手機殼都是能夠用的。鏈接呢我已經放在下面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挑挑看，說不定就有剛好你喜歡的顏色哦。我們一天到晚都會被各種就是群組的訊息啊，然後 APP 的通知啊轟炸嘛。那有時候反而一些很重要的訊息呢，就被埋沒在了這麼多的雜訊當中了。那有了這個優先通知的功能之後呢，你太太就是傳來叫你，回家前記得先去買醬油哦，他就知道呢，這一條訊息呢是比其他所有的群組的通知都是還要更重要的。它就會自動呢把這類最重要的通知，或者是你的一些登機證啊、會議提醒啊、一些重要的 email 呀，就會優先顯示在整個摘要卡片的最前邊了。那這個呢才是真正的 AI， 幫你過濾掉那些就是90%的數位垃圾。你什麼都不用做，它就會像一個管家一樣，自動在背景裡邊呢就幫你打理好這些亂七八糟的雜事了。開啟的方法呢是這樣的，打開這個設定，然後呢再找到通知，然後把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 裡面這兩個選項呢，就是優先顯示通知和通知摘要這兩個選項都給它開啟。開啟之後，你的這個 AI 管家呢就已經開始運作了。這個功能其實也是很貼心的，就是你一定收過那種要滑個2、3頁才能滑得完的那種行銷的 email 嘛。那你現在點擊之後呢，右上角這邊呢會有一個生成摘要的按鈕，點下去之後呢 ，AI 就會自動的幫你去抓重點了。那這樣呀，就真的省了太多的時間了。使用 Safari 上網的時候呢，也能夠快速的生成一個摘要了。你只需要開啟一個閱讀器，然後再點擊上方的這個生成摘要呢，就可以快速獲取這篇文章的重點了。現在很多媒體吧，就是他為了讓你在他的這個網頁上呀多停留一些時間，經常就把這個文章的重點呀就放到後半部分去了。那這樣其實是很不專業的，也就浪費了我們很多的時間嘛。但是有了這個功能之後呢，就可以幫我們省下那些寶貴的時間了，可以快速的抓到重點了。OK，Gmoji，這個呢就是讓你生成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emoji。點擊鍵盤左下角的這個 emoji 的圖示，然後呢點擊右上方的這個 Gmoji，就可以按照你的描述來生成了。你可以用你自己原本的相片配合原本的一些 emoji， 也可以呢就是用指令來描述你想要的那個 emoji 的樣子。有的時候呢還確實是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一個蘋果版本的 AI 算圖，它是一個獨立的 APP， 跟那個 Gmoji 的其實是有點類似的。也就是呢，你把你想要的這個元素吧都給它放進去，然後呢在上方選擇一個圖片的風格，這樣呢就可以生成一張圖片了。這邊呢也可以直接對接那個 ChatGPT 了。比如說吧，我就把我的一張照片放進去之後呢，再選擇 ChatGPT 的這邊這個日本動漫的風格，再加上一些就是你想要的元素吧，就可以直接得到一張宮崎駿畫風的圖片了。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個蘋果 AI 加上 ChatGPT 的這個整合吧，你不需要非得要註冊一個 ChatGPT 的賬號呢，其實就是可以使用的。那這點呢，我覺得還算是蠻貼心的吧。但是如果你有一個賬號的話呢，登錄之後才能夠使用就是賬號的歷史同步啊、高階的模型啊和就是記錄保存這些額外的付費功能了。還有一個叫做影像魔術棒的功能，你可以在你的這個備忘錄當中呢，就隨便畫一個房子吧，然後呢，再選擇就是畫筆的這個地方呢，選擇這個影像魔術棒，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呢，把你畫的這個東西給它圈起來，在上邊選擇一個你想要的風格，然後再添加一個就是你想要的一些描述吧，比如說日本漫畫什麼的。哎，你看呢，它就真的變成了一張還能夠看的插畫了。不過說實話吧，就是這幾個像玩具一樣的這個 AI 功能呀，你剛拿到手上的時候呢，可能會玩得不亦樂乎。比如說吧，你就把你家的貓的照片，哎，給它做成一張梗圖傳給你的家人，那你大家呢都會哈哈一笑嘛。但是呢，很有可能呀，在以後你就再也想不起來去用這些功能了。所以这些功能在我看來吧，可能就頂多算是一個噱頭吧。OK， 最後我們來聊聊這個 Siri 吧。你是不是也覺得很奇怪？就是你看我們前面也都講了這麼多的功能了，這個最重要的 Siri 的大升級到底在哪兒啊？沒錯，目前的這個 Siri 呢，雖然有了這個新的外觀，但是仍然呢是一個空殼，最多也就是 Siri 加上 ChatGPT 的整合這個功能了。比如說吧，我現在就問他 Siri 幫我規劃一個1周練習5天的健身課表，哎，你看他自己就不會了嘛。但是呢，他學會了轉交了，他會跳出來問你要使用這個 ChatGPT 嗎？這個呢，就是目前我們的這個 Siri 啊全部的能力了。但是在這個2024年的 WWDC， 也就是蘋果開發者大會上，蘋果承諾的那個能夠跨 APP 幫你訂機票、叫車的 Siri 2.0到底去哪兒了呢？不好意思呀，目前仍然是沒有的。這也是目前這個蘋果呀被人罵得最慘的一個地方了。蘋果很多的這個 AI 的人才嘛，都接連被那個 Meta 用天價的薪酬給挖走了，所以這個 Siri 2.0的研發上呢就卡關了。不過最近其實有一個好消息，就是根據 Mark Gurman 的最新的報道吧，蘋果計劃就是每年支付給那個 Google $10億，就直接使用 Google 的那個1.2兆參數的 Gemini 的模型了，來驅動這個新款的 Siri。而 Siri 現在的這個模型呀，大約就只有1500億個參數，等於呢就直接換上了一個大8倍的 AI 大腦了，而且呢會放到蘋果自家的這個私有雲上去運行嘛，用戶的這些隱私呢也就不會被那個 Google 看到了。那這個功能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呢，會在明年的3月份的 iOS 26.4正式到來。那如果這個真的實現了的話呢，那才是我們真的想要的那個 Siri 2.0。雖然這個不是蘋果自家的技術了，但是只要好用又安全，而且是完全免費的話呢，那其實對於我們一般的用戶來說吧，是不是蘋果自研發的也就不太重要了。等到明年的3月 iOS 26.4更新之後呢，我也一定會做一個影片幫大家去測試看看的。那對這個感興趣的話呢，就先訂閱起來吧，到時候呢就不會錯過了。總的來說吧，現階段的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 呀，有些功能呢確實是挺實用的，像是這個即時翻譯啊、書寫工具啊這些，雖然不是 Apple 獨有的功能了，但是在 iPhone 上呢就可以快速的使用，就是快捷便利的操作這一點呀，絕對會非常能夠提升我們的效率的。還有像是智慧摘要，還有就是優先通知這些功能呀，也確實能夠幫到我們的。但是我們最想要的那個 Siri 2.0呢，至少呀還需要再等個4到5個月吧，才是有可能用到的。最後呢，就是我開頭答應大家的那一個所有人都應該開啟的設定，那就是呢打字和這個 Siri 對話了。以前和這個 Siri 對話呢，你都需要用講話的方式嘛，但是在某些不太方便的場合吧，就沒辦法講話了嘛，那也就沒辦法用了。那現在呢，我們就可以用打字和這個 Siri 來溝通了。在這個設定當中呢，選擇 Apple Intelligence 與 Siri， 找到說話和輸入來與 Siri 對話。進之後呢，再把這個輸入來與 Siri 對話的這個選項呢，給它打開。打開之後呢，你就只需要點擊熒幕下方這個地方，點擊2次，你就可以用鍵盤打字呢，來跟這個 Siri 進行對話了。你在開會的時候呀，或者在捷運上不方便講話的時候呀，就可以打個字，讓它幫你設一個鬧鐘，或者查一些什麼東西。那這個功能大家就趕快用起來吧。以上就是這期影片的全部內容了。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個 AI 的功能呢？哪個功能你覺得是最廢的呢？或者你發現了什麼很厲害的，是我今天沒有講到的呢？那就趕快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如果大家喜歡這種教學類的影片，也可以在留言當中吧，就是留下你想要了解哪方面的內容。那獲得點讚次數最多的那條留言的內容呢，就是我們下一期教學影片的內容。那大家就趕快去下面留言和投票吧。謝謝大家觀看，也謝謝 Auto 贊助本期影片。別忘了在付款的之前呢，使用我們頻道的專屬折扣碼，才能夠拿到那個專屬的折扣哦。
我是彼得森，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